他是张雪，是2023环塔拉力赛凯越车队的009号车手。对于身高只有160公分的张雪来说，想要驾驭好近1米多高的越野摩托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每次他的发车都会吸引很多人的关注。张总，大家都准备看您284上车，你怎么突然搞了个这个？太像我们不是，我跟他们说让他们看一看什么叫跳高不是问题。张雪常说身高不够，技术来凑。虽然发车就倒车了，但这并不影响他继续前进。没关系。好，再来，玩的是乐趣。加油！就是玩耍。加油！本届环塔拉力赛摩托车组一共8个赛段，而张雪在第1个正式赛段就发生了意外。看见张雪了，然后她摔了。PC 就是限速那一段，刚好进限速区，还在前面那个大直道，应该跑不了，车全摔坏了。老远我就看见地上躺了啥东西，我一看是人，把他扶到旁边，然后把车给他扶起来了。人他已经不知道了，他咋摔的都不知道。他说我咋摔的呀？躺在那儿一直不动了。我把风镜给他摘了，我头盔都不敢动。然后我问他有事没有，他说我没事，我起来我来跑。张雪清醒着，但是嘴里有血。张雪摔车后一度失去意识，第1赛段的突变天气给张雪带来了更加艰难的挑战。当下是冰雹，大的差一点没出来了。有一个赛车是着火烧了，堵了我们将近1个小时不让走。他那车根本没有离合器，你想离合器都摔没了，他只能打着火往前推，往前跑，这么着往前跑。现在时速31千米，正在走着呢。哎，所以不要听那些人说啊，走着呢。他有速度的也知道。张雪出来了，基本上2个人一起扶起来，打了多少次？40-50次这样的吧。被队友抬回营地的张雪，经检查，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，肋骨骨折，左手小拇指骨折。就在大家都以为他的环塔之旅就这样结束时，他却选择带伤上阵，继续比赛。第2赛段，医生本来是建议我就是直接退赛，不要跑了，因为其实我在那个前几天我这个腰椎的第2和第3的横骨已经断了，我自己也认为我自己能不能骑车。第1赛段呢，因为我摔了，摔得蛮严重的，已经失忆了，就是我不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。我怀疑我们贝哥很有可能是故意不给我车修好，就是不想让我跑。他一定要跑吗？他必须得跑，以他的性格你还不知道吗？今天跟我说，他说贝哥，给不给我修车？不给我修，我自己去修，就这么的。哎，有啥办法？车队经理拿着张雪破烂的比赛服，眼中全是心疼。009号，看看这衣服都成什么样，都摔成这样了。那确定他还继续跑？确定。确定。拦不住，拦也拦不住，就那性格没办法。带着一身伤病和完成比赛的决心，张雪最终重返赛道。从来没有过。有人问我，你有没有想象过这个赛道有多难？我说我没有想象过。他问我有没有做什么策略，我说我也没有做策略，因为这本身是我的心愿，不管它多难，我都得进去。我的车单，悬刹有点软，离合有点高。好，今天不要再摔了哈，再摔我就爬不起来了。今天继续干，看我已经恢复好了，完全没问题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状态好吧？挺好。就是装了一个装甲版小拇指。也许是苦尽甘来，也许是根植于张雪骨子里的湖南伢子吃得苦、霸得蛮的这股韧劲儿，
张雪熬过了艰难的第5赛段之后，反而越跑越好。我要像风一样自由，像天空一样宽阔。跑完了，我已经不是我了。如果没有后面这10公里的这个大直道，我出不来；没有方老师的帮助，我也出不来。抽签那会儿，我差点哭了。在沙土极软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，一场比赛，张雪把摩托车扶起来40多次，拼的是她最后的意志力。与冠军无缘的她，到底在坚持什么呢？主要是这是我的一个心愿，如果还能走的话，还能发车的话，我选择发车，走到哪是哪，走不动了我休息一下再走。我就知道我想跑，里面是什么样我不知道，他们就告诉我这个沙很软，我也不知道有多软。然后我说我一定要发车，我只有一个概念，我必须要出发。最终，张雪以123小时38分钟，摩托车组总成绩第26名完成比赛。因为想了它这么多年，总要去把它做完。因为如果你心里有一件事一直想做，一直没做，一直惦记着，会总感觉有点什么缺憾。这一次完美的做完了，感觉特别好。成绩和名次从来都不是张雪的目标。17年前，从湖南怀化麻阳县城的修车少年，到成为一名专业车手，创立自己的摩托品牌，张雪对摩托车的那份初心和热爱从未变过。这是2006年湖南卫视晚间新闻记者去怀化采访的画面。19岁的张雪得知后，连续3天骑着一台破烂不堪的摩托车，辗转数百公里，每天跟着记者，希望能有机会给自己做个报道。等你下下吧。啊？等你下下吧。你干嘛了？我就是想让人试一下，我就是想进车队。我并不是说想到电视去秀一下，我是真的喜欢摩托车，知道吧？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摩托车。在被记者拒绝之后，张雪便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那我就跟着你们车跑，你们什么时候有空我就什么时候去，很好的一个机会。3个多小时的山路，张雪就这样一路跟了过来。看着记者在采访，她就在一旁洗把脸、擦擦衣服，不好意思打扰，又担心跟丢了记者，到最后自己都不好意思了。真的觉得我很无奈了。为什么呢？我是做这种事的人，只有我会做。死缠烂打是吧？不达目的不罢休是吧？你这执着。这说的好听叫执着，说不好听的，不好听就是赖皮的。因为张雪的赖皮，最终记者答应去看一看她的技术。可以飞是吧？啊！哇，你这一身你还搞得啊？没关系，这样才表现的有战斗力嘛。17年前的张雪就这样在山野间骑着那部烂摩托，不停地摔倒站起来，纵使全身是伤，但她眼里全是对摩托车的极致热爱。我的生命和车这些是揉在一起，我从十几岁开始到现在，就是没有一天不和他在一起，没有一天不思考他，没有一天不想他。
晚间新闻的报道播出之后，张雪还真被当时国内的车队经理看到了，并让他加入了车队，成为了一名赛车手，水平达到了全国前10名左右。但是随着张雪参赛的次数越来越多，又一个有关摩托车的梦想在张雪心中开始酝酿。当年国产的摩托车质量远远不如进口的车辆，甚至国产品牌都无法和进口品牌在一条赛道上比赛，这不禁让张雪陷入了思考：为什么我们不能造出和国外一样好的摩托车呢？我就要消灭国产组，造一个让自己能就特别兴奋、特别喜欢、能提得起兴趣的这种产品。然后，我说的再宏大一点的话，就是它能帮我争口气，能帮中国摩托车争口气。想要自己造车，并不是件简单容易的事儿。2013年，他造出了自己的第一台摩托车自由 250X。那时候，张雪通过网店销售她的自由摩托车，那台车卖得并不好，但是让张雪对如何造车有了最初步的认识。其实我一直认为不太认为这是一个合格的创业者或者是 CEO， 我更愿意把自己理解成一个产品经理，就是我喜欢什么的产品，用户喜欢什么的产品，我把这样的产品给设计研发出来。几年后，张雪又推出了换代的产品，虽然性能有所提升，但始终离她梦想中优秀的摩托车标准还有很大距离。那几年，虽然张雪前后投入了100万元，但是基本上没挣什么钱，因为拿不到融资，她变卖了全部家当，甚至把母亲的房子都抵押出去，在最困难的时候还要靠借钱生活。因为挣2万块钱，我说我跑去造车，说出来是不是笑掉大牙的那种感觉？那个时候我没有问我自己，如果不成功会怎么办？我不会问，我只知道一定要往前面走，前面的方向是我要去的地方，我只知道一直往下走下去。但是再难的路，张雪都靠着她近乎偏执的热爱和执着，咬着牙坚持了下来。2017年，张雪成立了自己的机车公司。从整车到车架再到发动机，张雪都要做到中国制造。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阻止他，认为这是一个九死一生的决定，很有可能把他的公司和他自己拉进深坑。但是张雪还是以决绝的方式把这个项目投了下去。他说要把自己逼到无路可走，破釜沉舟，这样才能成功。我有一个典型的湖南人的性格，就是很倔强，很霸蛮。我现在的目标也很明确，我就是带领凯越，把凯越打造成一个国际品牌。我知道这个过程一定会很难，我们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和不断的创新，但是我相信，只要朝着自己梦想的方向努力，它总有一天一定能成功。4年后，公司的首款竞赛级量产越野车450 Rally 问世。在今年2月的达喀尔拉力赛上，凯越越野车队的3名车手驾驶这款摩托车全部完成比赛，成为首个以中国厂商、中国车队、中国车手为名义出战达喀尔拉力赛并且完赛的国产品牌。这个结果甚至他自己都没敢想。新的起点，创造历史，中国队胜利完赛啦！说实话，我们去达喀尔的时候，所有的车队看到我们面孔的时候都很诧异啊，怎么可能？中国车手怎么可能？中国车能来跑这种比赛？但是当我们跑完的时候，就很多这种同行哇，他们真的能跑完了。大家看我们的眼光就逐渐开始改变。今年我心想能完成1台车能回到终点，我说这已经非常非常棒了。最后没想到3台车都到终点，哇，很爽。在创造历史的同时，张雪也在不断刷新着历史。正在进行的欧洲摩托车天花板比赛、西班牙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，
中国公路赛车队的37号外籍车手何塞·路易斯驾驶着凯越321RR，目前已经拿下3个冠军。这不光是凯越自己赢得的荣誉，更是中国赛车队中国制造的摩托车首次在世界舞台上登上领奖台。张雪用强硬的实力打破了国外对中国制造质疑的声音。有梦想就去追，因为勇敢，我的人生更精彩。